有一些或许你还在用的文具，其实已经停产咯。不过别担心，在这系列影片中要介绍的是一些停产还不是很久的文具。看完影片之后，如果喜欢的话，说不定还可以找得到。您现在观看的是文具兵的书桌，开播第一个企划就要来介绍过去10年间停产的好文具。有句话说，电子产品是买新不买旧，因为科技进步，新的电子产品在功能上会比上一代产品更好。你看，现在手机功能这么强大，拍照效果也不输数位相机了。虽然文具也在科技加持下，同样有着新产品的性能比旧产品优异的情况，例如墨水改良之后变得更滑顺，颜色变得更鲜艳、更持久。像前几年开始，钢笔又再度盛行，也连带出现了写起来更不会晕染、不会透墨的纸张。文具是否也适用买新不买旧这个说法，那就不一定了。有些文具有着特殊定位，最常见的就是限定联名款。这类文具非常多，依我的统计，平均每个月都至少有一款联名或是限定推出，真的是追不完。再来就是一些首次搭载了某种特殊机构的文具，例如最有名的就是指尖按压了，或是具有特别历史背景的文具，像是曾经上过太空的笔啦，戏剧主角也用过的文具，像前阵子很红的日剧《初恋》里面出现的万宝龙钢笔，据说就带来一波销售，台湾还曾经卖到缺货。这里原本应该要播出宇多田的歌曲才够味，但我没有歌曲授权，所以请观众自己脑补吧。像这些有特殊定位的文具，即使后来推出更新的款式，也不见得能撼动旧文具的地位。因此在文具上，有时候反而是买新不如买旧，就是一个收藏的概念。文具产品也跟服饰业有那么一点在特性上相近的地方。文具业界产品推陈出新的速度就跟服饰业一样，每季甚至每个月都可以看到新品。虽然汰换速度快，但和服饰业不同的是，仍有许多商品能存活几年，甚至数十年。再怎么样的好文具，总还是会有停产的一天。其实以文具迷的角度来看，好文具竟然也会停产，这实在是令人无法理解。但这也反映出文具迷的偏好与一般使用者的需求其实有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也就是说，文具迷认为的好文具，不见得就是卖得好的文具，而文具公司在经营的考量下，对不是那么赚钱的产品进行调整也无可厚非。因此难免就会有些好文具停产。于是我推出这一系列影片，叫做过去10年停产的好文具。为什么把时间设定在停产10年内呢？因为停产10年的时间还不是很长，各位可能在文具店还有机会找得到，或许您可以找个时间去碰碰运气哦。我们就先来聊聊白金牌 Pro 幼时系列2款已经停产的制图用自动铅笔 MSD1500 与 MSD1000。我非常喜欢这2款自动铅笔的外形，尤其是 MSD1500。制图用自动铅笔的外观大多是细长型，但 MSD1500 却是短胖的造型，光是这一点就很有辨识度。关于 MSD1500 有几个重点可以介绍，握位就是其中之一。自动铅笔握位不外乎线条、孔洞、咬花或是异材质搭配。咬花握位我都开玩笑的说，这根本是错刀的花纹嘛。不过它的止滑效果却很不错哦。所谓的异材质搭配，例如木轴笔杆搭配金属握位，或是金属笔杆搭配橡胶握位等等。MSD1500 虽然也属于线条式的握位，但比起一般单调的线条变化， MSD1500 的握位有如宝塔般的层叠，每个层叠线条转折处也很柔顺，搭配雾面铝质外观，在握感以及视觉上都给人一种柔和的感觉。握位处的加工方式很明显的也与一般自动铅笔握位的加工方式不同。一般线条型的握位是用刻线或是模具来做出线条，但 MSD1500 不是用这些方式，看起来也不是用 CNC 削出来的。再往笔头方向看过去，一般自动铅笔的笔头与笔杆交界处是一个很急剧的角度转折，很少会做成像 MSD1500 这样子的圆弧转折，或者是我们所谓的 R 角的设计。而这部分以及握位的设计，我觉得与 MSD1500 的短胖外形都做了非常好的呼应。如果在这2个地方都采用传统的
较生硬的线条来处理，这整支笔给人的感觉势必为之一变，不会那么柔和，甚至觉得突兀。笔头是另一个让人惊艳的设计。一般来说，制图用自动铅笔的硬度指示会设计在笔尾附近，或是放在笔杆中间，但 MSD1500 却是放在笔头。放在笔头会对使用者比较友善吗？我认为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要先了解笔芯硬度这个资讯是不是需要经常去注意的一项讯息。既然它不像汽车时速这类必须经常去注意的资讯，因此放在笔头、笔杆中间或是笔尾，我觉得是没太大差别的。人总是喜欢新鲜事物的，在没有影响到功能性的前提下，这种新奇的设计也算是个加分。不过 MSD1500 的硬度指示在操作上可能会有一点不方便，因为它零件很小，在调整硬度指示时不太顺手，明显的需要多花一点时间。讲到这里，它的硬度刻度是从 3B 这个冷门硬度开始，也是个谜。笔夹可拆的设计对短笔杆的笔来说可能会比较重要，因为笔杆较短，笔夹几乎会一直碰到手，可能就会对书写带来较多的干扰。若是长笔杆的情况，由于笔夹位置偏上方，碰到手的部分会较少，或甚至不会碰到。因此 MSD1500 比起 MSD1000 多了笔夹拆卸的设计，就这点来说，设计者的考虑还蛮周全的。传统细长造型的 MSD1000， 仔细一看，其实在笔轴设计上也常有细节。首先，在笔轴中间附近有个透过圆弧角度的转折做出粗细的变化，不仅让视觉上看起来更为丰富，也增添了一些高级感。笔轴前端也与 MSD1500 一样，以圆弧角度过渡到笔头。这些设计不难看出，它用上与 MSD1500 同样的制造工艺，也有同样的设计语汇。只不过在外形上 ，MSD1000 较细长，硬度指示的位置也不同。MSD1000 把硬度指示放在笔杆中间，而 MSD1500 是以不同颜色的金属环来区分不同的笔芯粗细。那这里有个小亮点来咯，不少人都忽略了，其实 MSD1000 也在这里下了功夫。仔细观察一下 ，MSD1000 硬度指示的金属环有着不同的金属光泽，用这种方式来表示不同笔芯粗细，不说的确很难发现，真的是充满细节的一支笔。当时一看到这两款笔，我第一印象就是有种 Rimowa 行李箱的感觉，两个摆在一起，还蛮像是同一家公司推出的产品。这两支笔虽然用的是铝合金材质，但握起来感觉并没有过分轻盈，有着适度的重量感。MSD1000 的低重心握感有减少书写疲劳的效果，而 MSD1500 的重心则因为短轴之故，几乎都在手掌区域里，有种一手掌握的安定感。两者在配重上也非常不错。这次介绍的 MSD1000、MSD1500， 各位还喜欢吗？有机会遇到这些文具的话，不妨多留意一下哦。如果影片内容觉得还可以支持一下的话，请帮我按个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过去10年停产的好文具这系列会一直做下去，但下一集先来开启另一个新系列，聊一些不同主题的文具吧。那么我们下次再见。